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当烦恼来临的时候，自己明明觉知到了，但还是会被它带走，这就是心定不住。我们说，离开定力的修行只能算是纸上谈兵。然而在刚开始呢，我们的心时而定得住，时而又定不住。别急，这很正常。定力，定一下不算，定得住才有力量，才能做到如如不动，才能不被各种烦恼念头带走。我们如果想提升心的定力，首先需要从道理上明白，所谓的定的是什么？这个要被定住的呢，并不是我们的心本身，而是心中产生的念头和情绪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所有让人念头安静、情绪平静的修行方法呢，可以说都是能行的。相反，另一些倡导能给我们带来利益、带来好处，让我们心潮澎湃、心生向往的法呢，却往往会让我们误入歧途。因为这样的法会让我们的念头情绪波澜起伏，情绪与念头起伏不定，苦乐变化，患得患失等等，这就是无明的轮回。只有时常能让意识处于无念、无情绪的清明中，才算是心有了定力。当然，还是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无念和无情绪并不是说就不能有念头和情绪，而是当情绪和念头升起的时候，能看到它们，能不被它们带走。而这样的定力呢，通过系统的实修呢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最简单的一种修定的方法，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数息，也就是在呼吸时，用意识去数呼与吸之间的间隔。这样的方法呢，便是将意识与念头定在了呼与吸之间的那个清明的间隙中。在均匀绵长的呼吸中，如果我们能不间断地将息从1数到100，而不被意识妄想打断，那么可以说就有了很不错的定力。而在从1数到100的过程中呢，各种念头和妄想可能会层出不穷。如果你认为这个方法很无聊、很枯燥，只要有这样的想法产生，就已经是丧失了定力，被想法牵着走了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能会被某个回忆打断，然后被念头带走了很久以后，才反应过来自己原本在数息，在修定力。也可能在某一个时刻，开始思考某个深刻的道理和问题，或是想起了智慧，想起了观点，想起了圣贤的教导，却忘记了自己在数息。实际上，数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摒弃一切智慧的、愚蠢的、过去、未来、现在的念头，只是一次次地定在息上。这个就是定力的初步培养。而且这种定力的培养呢，会越来越强大，越来越深邃，以至于在某一个时刻，我们不需要刻意专注，念头妄想就自然不生了。总的来说，在刚开始修定呢，就是将意识专注于一处，这一处可以是呼吸的间隙，也可以是身体的某个部位。总之，就是一段时间内将意识锚定这一处，一旦有妄想念头出现，立刻回到这一处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越能够专注于一处，心的定力也就越强。在这样的定力之中，烦恼和妄想就没有了发生的机会，情绪也就处在清静之中。这就是修定的基本原理和初步的办法。将意识专注于一处，在专注之中，使惯性的念头、情绪和妄想不发生，从而使心定在清静中，并且这整个过程是完全不枯燥的。在专注于一处中，在心无杂念中，内在本有的祥和与宁静便会浮现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人千辛万苦实现了某种外在的目标或价值，然后会感到短暂的满足和幸福，
而善于修定的人呢，他只要入了初步的定，在一个呼吸之间，就可以实现这种满足与幸福感，而且时间长短由自己决定。这也好像一些人历经千山万水，想要去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放松心灵，而善于修定的人，在呼吸之间，就可以安住在意识的静谧美好中。这便是所谓的万法唯心造，也可以说是内心的本自具足。我们看见世间的一切美好，所能感受到的一切丰盛与美好，其实都是源自心中本有的。而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烦恼、痛苦、迷惑，只是心的本来面目被无明的念头妄想，被贪欲、愤怒、傲慢、执着、怀疑所遮障。当无明退去的时候，剩下的就只有内心本身的寂静、喜悦和光明。而无明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无明就是莫名其妙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大多数的烦恼和念头妄想呢，都是莫名其妙的冒出来，不经过我们意识的允许，更不能被我们预先的掌控。你能掌控和预知第二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？你甚至无法掌控1分钟后你会升起的念头是什么，而什么样的情绪、念头、认知，什么样的愿景、境遇在持续反复产生，这个就是业力。这就好像一些人乐观开朗、好运连连，这是之前累积的善业，而一些人悲观抑郁、诸多不顺，属于之前累积的恶业。甚至人生在某些重大时刻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都是由业力惯性决定，而不是当时的意识能决定。所谓定业不可改，善业、恶业都不可被更改，你要承受的业力必然会发生。从本质上来说，我们其实不需要悔恨和自责，因为当你感到悔恨和自责的那一刻，当你感到痛苦的那一刻，依旧是业力显现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从另一个维度来说，业力本空，无明本空，本质都是种种妄想而已，只是我们习惯了妄想，乃至妄想出了惯性，惯性产生出了流水般的念头、情绪与认知，并投射给了外在的世界。而终止业力、终止妄想的方法，便是修定、修观，便是止观。比如在一次修止的过程中，心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维度的安静与祥和，那么那一段本有的业力便没有显化。当我们从修定中出来后，面对纷繁俗事，面对旧有的业力烦恼，带着修出的定力，一切仿佛就没有那么难以接受。本来以前觉得苦的事情和场景，现在也不觉得苦了。这个便是心不随境转，实际上是心不随业转。而如果能够经常修止、经常修定，就是在使原有的业力逐渐淡化，甚至逐渐被转化。本质上，是我们转化了意识中那些惯性的、本来会发生的念头、反应、认知和情绪，把它们转化为了祥和宁静。长此以往，其实也是转化了自己既定的命运。在实修中呢，具体修止、修定的方法还有很多，通常也是止中有观，观中有止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一定的定力后，还可以修观想，比如观想自己坐在云海上，日光普照，周身被慈悲与爱的能量包裹，意识长时间定在这种观想出的境界中，长期处于身心的温暖幸福中，这也是定。或者我们可以观想自己正处在高山流水的僻静清幽之处，万籁俱寂，一片清静。甚至还可以观想自心就是无穷无尽的能量本身，所有的能量都从自己的心胸处随着呼吸涌出，充斥着全身，
向外蔓延。观想实际上就是让身心在一段时间内呢，定在意识造出的境界中，正所谓自他无二。当我们自己的意识频率能稳定在祥和清净的境界，实际上那个意识状态就是净土境界。那一刻，我们的意识就是佛菩萨的意识，无二无别。另一方面，观想除了可以提升意识之外，还可以净化意识中的业力。比如佛家有一种观呢，叫白骨观。有的人贪欲重，容易发火，容易生气等等，那就可以观想白骨观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观想自己的肉体只是暂时的，终究会化为一副白骨，一滩尘埃。而这一滩尘埃，被世界大风一吹，什么也没有了。肉体终归是白骨，是空无。基于这个肉体产生的贪求妄想、脾气烦恼、是非长短等等，更是不值一提，更是转眼消散的云烟。这个就是白骨观能产生的功效。而且并不是看起来这样，而是真的观起来，烦恼、执着与贪恋会消散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内心的一片清凉。而在这么多止观和观想的方法中，持续关照自心的念头是最贴近生活的修行方法。持续的关照自心的念头，甚至可以代替所有的修行方法。这种方法也便是所谓的觉自心限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不间断地关照自心产生的一个个念头，一个个境界。举个例子，当我们听到别人说话的声音时，这个声音从耳朵接收，被心听见，就属于心中的一个限量。下一刻，由这个限量引起了你心里的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又是另一个限量。接下来，这个念头又演化成了另一个念头。你喜欢那个人说的话，你不认可他说的话，你不在乎他说的话，类似种种，都是自心接下来的一个、两个、三个限量。在这一系列的限量中，我们要做的只是觉，只是关照而已，不要试图去改变和纠正任何的限量，哪怕那一刻的限量是厌恶和烦恼的，因为想要改变和纠正的念头与动机，已经属于另一个限量。要做的只是觉，一切只是觉而已。但是也不要认为自己是觉，更不要强调要保持觉，甚至不要告诉自己任何方法，因为任何心中的认为，任何心中的方法，只是一个个限量而已。只要我们在不间断的觉中，就会发现一切皆是自心限量而已。看见窗外的花与路人，那些图案是心中的限量。我们走路时，脚掌的触感是心中的限量。吃饭时，细嚼慢咽也是一段持续的限量。莫名其妙的念头冒出来，甚至是愤怒、傲慢等习气冒出来，也只是一个被觉到的限量。一切都在觉中，在觉自心限量中。由此呢，你就升起了一种无畏的信心，升起了一种祥和的宁静心，不再抗拒和担忧任何将会发生的限量。这也仿佛我们将意识连接成了一片紧密的镜子，任何意识中发生的念头与认知呢，都不会被遗漏，都被镜子不间断地照着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